这一对有请。陈先生，52岁，来自南京，古董商人，有请。张女士，45岁，来自南京，兼职，有请张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二位是什么关系啊？情侣认识多久了？3年多一点。看这个小片里面冲突还挺大的，您提到了承诺是吧？对。什么样的承诺呀？之前我是离婚的嘛。啊。因为我想要一个安全感，他也答应我承诺给我的。当时。您是离异的？对。有孩子吗？有一个男孩。跟您还是跟？跟我前夫。您也是离异是吧？我不是的，我是丧偶的。哦，丧偶。我在我小孩2岁的时候啊，我爱人这个乳腺癌走掉的，然后我20几年把我女儿培养长大，然后把她送到英国去读书。哦，20几年我一直没有找过。哦，所以就为了女儿没有开始这个感情是吧？对。后来你们俩3年前相识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他是，这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啊，没事。就是那天晚上我们不是约在一起吃饭的，然后就他对我感觉一直蛮好的，我对他也蛮好的，反正就2个人感觉是不是就想有个家，他也想有个家，我也想有个家。啊。然后嘛，我们就在一起接触了，接触半年，然后真真实实在一起的。他说他家缺个女主人嘛，想跟我2个成一个家。但作为我是离婚的，我想要个保障，我说那你就给我10万块钱。其实并不是为了钱跟他要钱，就是想要一个什么一个安全感吧。然后他也答应我了，当时晚上就给我5万块钱。那个5万块钱他说过几天再给我，后来过了几天他也没给我。第2天早晨他就走掉了。因为他做古董生意嘛，经常跑来跑去，一跑出去半个月不回来，然后半个月回来他说我生意做得蛮好的，就带我出去吃用玩，他对我也不错。但是就是他对我那个5万块钱承诺没有兑现，我心里有点这个姑苏，是不是？我为什么叫他住到我家呢？因为就是我们相处半年过后，他租的房子嘛，马上要到期了。我说了你也不要在外面租房子了，我说你顺便住到我家来。我说反正我也经常要出去跑，家里呢正好也可以有人看看啊。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示爱嘛，是这意思吧？可以这么说吧，女主人是这意思吧？对，可以这么说。想过结婚吗？也想过，但他就是经常跑来跑去的，给我感觉就是没有这种稳定。他经常1个月跑出去1、2次不回来的，不是天天在家陪着我的。哦，要上货还是怎么？看东西是吧？对，我要看东西嘛，因为就是说我做古董生意嘛，必须要全国各地跑。因为有一次我做生意亏掉了嘛，我还问好多朋友啊。借了点钱，输掉了几百万。哦，所以手头不是那么富裕，是吧？对。那你给他解释一下嘛，这何必呢？感情好，何必在那5万块钱呢？对不对？他卖房子，把房子也卖掉了。把谁的房子卖了？因为这个房子，他把他自己的房子卖掉了。你想，我没有地方住，住他家，他把房子卖掉，我更没地方住了。然后他在那里租了一个房子，刚开始还去，断断续续去快2个月。后来就不去了，后来整个人找不到了。他不给我说法，而且带我金银首饰拿去了，5万块钱不兑现，你作为男人你应该吗？那个意思是你们现在的状态实际在一个要分手不分手的状态是吧？我们已经分开半年多了。已经分开半年多了。那今儿来干嘛呀？我今天就跟他讨说法。因为我是这么认为的，有一次我也赚了几十万，回来的过后我说今天不要在家烧饭了，到外面去吃吧，然后还跟他买了钻戒啊，一些金银首饰，然后还给了他钱。再说我每次出去的时候，我每个月基本上我都会给他1、2万块钱给他花。哪有这么多呢？因为你现在目前在做兼职，钱也不够，我就给他啊。所以您觉得在经济上，最起码1万块钱，每个月1万块钱有的。所以您觉得在经济上并没亏欠这位女士，是这意思吧？是啊。他没有给我这么多钱，1个月就几千块钱。怎么可能几千块钱呢？加着吃吃弄弄，根本没有钱。几千块钱？哪有1、2万块钱？真的夸张的。咱们这么说吧，相处期间感情好吗？生活在一起磨合的好吗？经常吵架。为什么吵呢？他看我不顺眼。说我家务事不做，回来打电话我不在家，有时候跟我朋友出去在外面逛街唱歌了，说我。其实我唱歌唱什么啦？不就1、2个星期唱一次嘛。
我逛街逛什么呢？不就逛90买东西才去逛街吗？他自从搬进来过后，真正的生活在一起，就是说没有多长时间，因为我经常在外面跑，一出去就是说10几天或者半个月，然后回到家又是3、4天的时间，我又要走了。好，那什么时候决定分手的呢？什么时候就是说1800年底真正分手，他就不来了，他整个人看不到人了，而且信息电话打不通。就消失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就消失了。他没跟您说清楚，房子卖掉他就消失了。您干嘛不跟人说清楚啊？交往不是的，这个是呢，因为有一次就是我回来，就是说很郁闷，他问我什么事，我说没什么事，我说我自己会解决的。然后呢，他呢就是说从我通话的语气当中呢，他可能也隐隐约约知道什么。他说到底什么事了？我说没什么事。我说的你现在上次我给你的5万块钱在不在了？是不是？我说我要急用，他就把5万块钱又还给我了。那不是挺好吗？还给我了以后呢，就是说我又把一些金银首饰呢也要回来了。要回来呢，到时候我说反正我以后再跟你买，我就把一些债现能还多少就还多少。信誉很重要的，是不是？朋友们就说亲戚朋友也在问我生意做得怎么样啦，怎么样了？后来我跟说，我说你们的钱我过段时间给你。后来我没办法，我说的把房子卖掉吧。反正我说我以后反正还可以东山再起。那个时候这不是挺好的吗？还商量，我看不是要商量大家一起过吗？怎么后来就没过了？他就一次一次骗我啊！他就是甜言蜜语一次一次骗的，让我陷入这个圈套。他先卖房子，然后之前把我的钱和金银首饰拿去，第2步卖房子，第3步把我租到外面去，然后整个人看不见人，就躲避我。打他电话不接，发他信息发他微信把我删掉。你要讲把我微信都删掉了。你要讲我为什么在一起的时候你顾家了吗？你跳舞次，你喜欢跳舞次。我每次回家，从外面回家，就是很累。我也想有一盏灯等着我，是不是？一开门，客厅里脏得不得了，全是什么瓜子壳啊什么的，人不在。然后打他电话，他说他在逛街。买东西，还有一次蛮好玩的，她有一个小姐妹到我们家来玩，我说的，你这套衣服蛮好的嘛，她说的是她跟她买的，送给她的生日礼物。那不应该吗？一件衣服3000多，是不是？那我生日你卖给我什么东西了呢？心里不平衡。那既然这样，就大大方方的说我们俩过不到一起，就这样我们就散了。您跟人打个招呼啊。干嘛就消失了呢？我没消失啊，因为我经常在外面啊，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。你就是骗。然后他现在就是说，你不要说骗，你就是在骗吗？骗不是一步一步在骗我吗？很难听，我骗你什么了？我说你骗还好听了，骗我的感情了吗？然后骗我的钱。我骗你的钱啊？把你买的东西全部都还给你了，然后再谎骗我把房子卖掉，骗我出去。这3年当中，我每个月给你的钱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你给我多少钱啊？你算了，哪怕一个月你没回来吃饭，没回来用吗？一个月3000，3年多少？行，你用的吧？你还好意思讲我骗你的？你就是在骗，还不承认？不吵啊，咱们梳理啊，什么时候对他没感情了？就彻底失望。把他房子卖掉以后。为什么那房子不是他的房子吗？他的房子是不错，但是最起码我是作为我把他当成家了。他怎么想我不知道，我想跟他在一起生活，我把他家当成我自己的家看待了。所以他给我个前提，就有房子，我们在一起成个家。所以是不是在您的心里面是说，因为你这个男人承诺我要让我做女主人，对，我才会跟你有后来的发展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那你们在这个交往期间有没有提到领结婚证的事儿啊？我刚开始领的，他说太忙了，过一阵再说吧。就是先生没有同意领是吧？我同意了。我说等我这次每次在敷衍我说就领。好，行，接着再问啊，等于您心里面最不舒服的是他借生意失败，拿回了他曾经给您的5万块钱现金和给您买的金银首饰，是还是不是？对。您的想法是什么想法？坚决不给？不是不给，但是他的用词不当啊。我再问一句啊，在你们交往期间，他每个月都给您生活费吗？给的。每个月都给2、3千块钱、3、4千块钱不一定的，家里面水电费用弄，什么物业费什么叫也没有多少钱。好，在交往期间，您觉得您对他的照顾好吗？
我觉得我对他照顾很好，因为他在家这段时间，不管在家等1个星期还2个星期，我都陪着他。也就是说，实际上那个房子是您住的居多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那您当初把这位女士到底是以一个什么身份接到自己的家里的呢？你比如说，就是未来的女主人。对，未来的女主人。啊，那你发现不合适，为什么不跟人家说我们俩不合适分手，而是采用不辞而别？没有不辞而别，只是婉转的跟他讲。目前的情况给不了你房子，那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来看这件事儿啊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哎呀，今天这锅粥啊，左岩老师。先来说一下女士啊，她欠你钱对吧？对。拿了你的金银首饰对吧？只能说是他当初给我的，现在要拿回去。我其实比较理解您当时的心态，觉得自己找一富翁。住到对方家里，搬进去就是太太，他应该每个月给我家用，我的生活水平直线上升。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，做生意嘛，总是有起有落的。我们是以感情为基础在一起的，并不是。我没有听到你们之间的感情。如果你爱这个男人，这个男人就应该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我的也是他的。我们是彼此的，他有债务的时候，我也要挺身而出。我兜里就只有10块钱，我也拿给他。作为先生，为什么不辞而别？第一，怕辞了别不了；第二，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丝愧疚的，觉得拿了人家的东西，虽然这个东西是你的，所以你在逃避，在拒绝面对。没有爱情，彼此再见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来，于老师。我不否认两人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感觉、有好感，但是在这里面掺杂了这个钱，或者我纠正一下，如果你要用这钱来去给你安全感，那就意味着爱情不能给你安全感，钱才能给你安全感。那么其实你把钱看的比重就会很大，而男方居然也答应了。还给一半，另外一半就没有给，3年的时间就没有机会给那5万吗？你赔500万都赔了，那5万不给，我跟你讲，今天你们的感情走到现在，那5万就是一个梗，在女方那里就过不去，所以你们没办法走太远。一旦别的因素占据了主流，感情就被挤没了。爱情百万战，欢迎2位，赶紧走吧。好，谢谢于老师。严老师。我们在相遇之初、相恋之初，我认为把财务、把对未来生活的规划、把子女问题讲清楚，放在桌面上，不是不可以的。因为毕竟不是初婚，可能初婚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是一无所有，从头开始经营，从头开始努力，并肩奋战，从无到有的创造。我们没有房，我们租房，我们租了好房子，我们后来有了钱买了房子。这是初婚，大家毫无保留经营的过程。但是再次走入婚姻，说的现实一点，大家都有保留，因为都是已经走了半辈子的2个相对已经独立完善的个体了。那这个时候，难道我们就不能好好相爱了吗？不是的，可以一开始说得很清楚。将来财务啊，我们怎么分配啊？你赚的钱应该怎样？我的财产我应该可以把这个放在桌面上，现实的谈清楚。我觉得不用回避。但是接下来相处的日子，那真要想过，是经营，不是算计。我认为你们2个虽然最初10万听起来不好听，但是后边彼此的算计，让人觉得更难堪。如果女士，你经过前段婚姻，你知道这样一个温暖的家，一个有经济能力，一个愿意和你共同生活的男人是很可贵的。当然你爱他，爱他全部啊，你爱他的温柔体贴，难道你爱的不是他的经济实力吗？他是个综合体。既然你选择了他，你知道这样一个人可以给你财务上的帮助，生活上的帮助，那咱能不能对人家好一点？咱能不能不只算计自己那点小九啊？他过生日，你给他买个好点的礼物不行吗？有那钱送朋友，没钱给男朋友。咱家里收拾的温馨舒服一点不行吗？
咱能不只算计着自己逛街那点开心吗？哎，2个星期才回来，你跑出去玩啊？你指望他爱你啊？你指望他给你钱呀？成年人的爱情现实了，没错，没有那么单纯纯粹了。但不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过得如此不堪啊！男士你也一样啊，你也完全都是在算计啊。你如果给了他足够的安全感，女人其实很多人都是情感动物，你如果把真心给了他，很多人愿意风雨同舟的。这把年龄谈恋爱了，没有那么多激情了，想要的就是相伴到最后了。谁经得起折腾啊？你给了他真心吗？你给了他真爱吗？你值得他完全毫无保留的爱你吗？咱也没做到，对不对？所以才有不辞而别呀。所以把这个说出来，算是对你们的一次，不能说告诫吧，至少希望你们再次走入下一段情感的时候，能给自己敲个警钟。既然选择了，请你们不要再保留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来，涂老师，我问一下女士啊，你是有一个儿子是吧？对，多大了16岁了。你儿子看到了会怎么想你这个妈呢？我希望他也能理解我吧。既然说钱，咱们就算算钱。即便是他最初承诺了，甚至是写了借条给你，要给你10万，他在家里待的次数很少。既然你住在那儿，水电费就应该你掏啊，物业费就应该你掏啊，没有问题啊。所以这钱并不欠你的呀。但他也过来生活啊，也他回来生活，你们不是在一起吗？你住人房子不要交租金的。你说他骗了你的感情，这句话就更是无稽之谈。感情在哪儿呢，大姐？对这个男人是有过感情的吗？我们做爱情保卫战做了9年，以前也听过到这个舞台上来算账，但还没有像你们这样算得这么赤裸裸。你最初是要跟他去扯结婚证，为什么没有扯？当初他因为你也不希望扯了结婚证之后，你们的财产都变成了共有的财产。我没有这个想法。你没有这样的想法，为什么一直不扯？因为我实际上失败了嘛，失败了以后，他就是说我们在房子住在外面的时候，他就是说，其实你也就一直在试嘛，你一直在试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也不敢跟他扯结婚证。如果他是一个可以给你承诺的人，如果你是一个值得别人承诺的人，那种承诺早就实现了。他不是一个兑现承诺的人，你也是一个不值得兑现承诺的人。给自己各自都留点脸吧，算了吧，走吧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该出的气其实也出了，你所谓要的那个公道和公平，大家已经自在人心了，不是您想的那样就是那样。想想你们曾经的美好，这件事儿到此为止吧，闹剧该收场了。我们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。我们就到此结束吧。我也希望你好自为之吧，不要随便答应一个女人承诺。我答应过什么女人承诺啊？不是当初是你提出来的。实话告诉你，当初你提出来的时候，我心里就过一过，因为我打电话给我女儿，我女儿说的你要认真考虑考虑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他说的他才什么时候呢？你才跟他接触了半年，他就提出来10万块保证金，他说的你好好的考虑考虑，叫我自己好好考虑。我今天也不想读书了。那就好自为之。哎，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哎呀，哎，我相信今天老师们给他们做的点，算是给他们的生活上了一堂课。还年轻嘛，还在路上，希望他们下一段感情来的时候，能够真心付出。来，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啊，你还出来了？
我以为你走了，是有话要说是吗？对。啊，您说。我说，他如果不能跟我好好在一起，我就希望他能把他的承诺给兑现。行，明白了，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。对我的诉求，我们充分理解了。